好的，大家，我現在正在三星倫敦發布會的現場啊，我現在手裡拿的這款呢，就是剛剛發布的全新的小胖折疊，也就是擴折疊，三星 Galaxy Z Fold 8。這一次呢，它的名字變成 Z Fold 8了，而之前那款大折疊呢，產房穿洗菌啊升了，變成了 Z Fold 8 Ultra。今天的視頻呢，我會帶大家一一講解這次發布會發布的3款折疊屏。我們先來講講我手裡這款小胖折疊 Galaxy Z Fold 8。這款手機呢，內屏採用了一個4:3的這樣一個比例。外屏呢採用了一個接近16:10的這樣一個比例，然後呢整體的線條呢是比較方正的，然後後置鏡頭有2顆，一顆主鏡頭，一顆超廣角，大概是這樣一個效果。先給大家看一下這款手機的預覽啊，然後給大家詳細講解一下這款手機這次到底有哪些新升級、新體驗。我們先說外觀和手感。首先呢，這次 Galaxy Z Fold 8擁有4個配色，分別是柔薰紫、雲凝白、眼影灰以及三星商城專屬的配色春野綠。粉紫色啊，其實是这次三星3款折疊屏的一個統一主打配色，但同時呢，3款折疊屏的粉紫色呢又各不相同。Fold 8的這個紫色是那種飽和度很低、超級耐看的高級色彩。在這次發布會上的所有配色中啊，我第一推薦這個顏色，真的是太好看了。排在我第2推薦的呢，則是三星商城專屬的春野綠。這個顏色的質感呢，它其實和紫色有點接近啊，有一種抹茶加奶的那種奶綠感，拿在手裡就有一種特別通透的美感。如果你不喜歡紫色，那麼優先選擇這一款。雲凝白呢，就是三星最經典的一個白色，雪白雪白的質感。如果你不喜歡彩色，那麼白色是我的優先推薦。至於眼影灰，我個人推薦程度呢依然會比較低一些啊，依然会出現真人指紋的情況，只推薦給商務用戶群體吧，不然我是不會選擇灰色的。設計細節上，後置鏡頭呢採用的是和 Z Fold 8系列相同的竖向鏡頭排列，鏡頭階梯呢採用的是那種磨砂玻璃材質，手感摸上去非常細膩。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這個邊緣的這種磨砂玻璃透明感，能看出來嗎？就它這個小圓弧啊，處理的非常的圓潤細膩。在機身線條上 ，Fold 8採用的是硬朗的設計啊，也是三星近幾代折疊屏共同的設計語言。邊緣有一個小小的圓角過渡，邊框兩側增加了微曲面弧線，去改善手感啊。不過整體上來說呢，還是比較硬朗的手感。中框採用的是磨砂質感，消除反光。三星手機讓人覺得特別有質感的2個核心原因，一個就是它去簡化線條，另一個就是去控制反光。Z Fold 8在閉合的時候厚度只有9.7毫米，你一上手就能感覺到非常薄。不過呢，還是要比自家大折疊略厚一點點啊。Z Fold 8 Ultra 大折疊這次的厚度只有8.9毫米，和傳統直板手機的厚度非常接近了。重量上 Z Fold 8呢只有201克，我印象当中啊，大折疊和擴折疊這2個品類裡，應該是沒有比201克更輕的型號了。iPhone 17 Pro Max 重量是231克，iPhone 17 Pro 重量是204克。也就是說 ，Fold 8作為一款折疊屏，要比傳統的直板手機還要更輕。這款手感真的是超級好。那麼說完了設計和手感，接下來我說一說很多數碼愛好者最關心的鉸鏈和折痕。今年的升級非常明顯，首先折痕依然存在，還達不到那種特別淺的效果。但是今年折痕最明顯的一個升級啊，我給大家对比一下前代的 Z Fold 7，是不是非常明顯？而且还有一个更明显的升级，就是对折痕的控制非常的规整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使用过的绝大多数大折疊啊，那個折痕呢，它都會呈現出一種不可控的形態。就有的位置呢是向左多折一點，有的位置呢是向右多彎折一些。但是 Fold 8你仔細觀看折痕的話，就是一個淺的一小條弧線。三星在前6代大折疊裡對於折痕啊好像完全不在乎，在上一代 Fold 7開始大幅提升，到這一代 Z Fold 8又有了一個巨大改善。第二，我們說一下鉸鏈啊，相比於前代 Z Fold 7，這次鉸鏈的2個變化，第一個就是在展開的時候啊，它的彈簧介入會更早，去把機身打得更平整，所以在最大懸停角度上 Z Fold 8已經不再是前6代那種全角度無極懸停的體驗了。第二個變化呢，則是在 Fold 7上，如果大家用過上一代的這個手機，你會發現啊，它這個兩側啊會加入一個強力的磁鐵，也就是說，當你中間有一點空隙的時候，這個手機就會立刻很平穩的吸附上。但是這帶來一個問題，就是日常使用的時候，如果你想把這個手機打開，就會需要花費更大的力量。而這次在 Z Fold 8和 Z Fold 8 Ultra 上，三星把那個強力磁鐵給取消了，所以當我打開這個鉸鏈的時候，你會發現更加的方便。那麼隨着我們展開屏幕啊，接下來我們來聊聊這一次內外2塊全新的屏幕。首先，內外2塊屏幕它的 PPI 都得到了提升。
峰值亮度都達到了3000尼特，這都是2個升級啊。Fold 8外屏呢是一塊5.5英寸的屏幕，比例接近16:10吧。這個比例其實很接近早幾年非全面屏手機時代那個手機屏幕比例，應用基本不需要適配，拿過來直接用就行。我在現場体驗了各種常用的应用啊，用起來非常順手。而且必須要说，三星的这個屏幕真的特別的好啊，觀感特別的通透。而當我展開內屏，三星這次呢內屏採用的是一個4:3比例的內屏，尺寸達到了7.6英寸。這是一個怎樣的概念呢？我現在把我手中的另外一款iPad mini 5放在這裡給大家做一個對比啊，這兩款產品很有趣，就是它們都是4:3的一個屏幕比例，其中 iPad mini 5呢，它的屏幕尺寸是7.9英寸，而三星 Z Fold 8呢，它的屏幕尺寸呢是7.6英寸，所以理論上來說啊，mini 5它的屏幕會略大一點點。但是大家可以看到，當我把這兩款設備擺在一起作為對比的時候，你就會發現，三星 Z Fold 8它好像就把mini 5的這些邊框完全去除掉了，就好像你直接把這個屏幕捧在手心裡一樣。而且還有一個最棒的點就是，mini 5這款產品呢，你必須放在背包裡，但是對於 Z Fold 8來說，我們可以把它直接折疊起來放在口袋裡。說到這裡，可能很多同學很好奇啊，就是這塊4:3的比例的屏幕，日常使用它是一個怎樣的感受呢？這是看照片的效果，4:3的比例幾乎完全滿屏顯示。這是看16:9的照片的效果，比如說大疆 Pocket 拍出的那個照片，在 Fold 8上顯示比例大概就是這樣子。這是看我自己掃描雜誌的效果，雖然說7.6英寸它的屏幕並不算大，但是看雜誌是完全夠用的，幾乎滿屏顯示啊，這觀感非常好。這是我自己掃描畫冊的比例，畫冊呢不是4:3的，兩側呢會有一些黑邊，但是相比於傳統的大折疊，這個黑邊控制已經很窄了。這是我掃描的32開本的印刷書籍，兩側黑邊同樣很窄。而這是我掃描的米老鼠雜誌，雜誌本身呢它是一個4:3的，但是我掃描的時候上下啊這個沒掃好，出現了一些白邊，所以說呢沒有完全滿屏顯示。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顯示效果，要比傳統大折疊還是好了很多。這次呢有一個很重要的升級，就是這次三星在內屏啊增加了一個防反光鍍膜。防反光鍍膜這個技術呢，三星最早其實在 S24 Ultra 那一代就已經使用了，但這一次是第一次在內屏折疊屏內屏上增加防反光鍍膜。那麼再来說說看視頻的體驗，這是電影常見的21:9的比例，你會發現相比於三星 Z Fold 7啊，全新的 Z Fold 8除了上下黑邊更窄，屏幕利用率更高之外，它的屏幕显示面積反而更大了。另外大家可以看到，這次新增的防反光鍍膜在這個室內環境中所帶來的更好的沉浸觀感。短視頻常見的16:9的比例，Fold 8屏幕利用率同樣更高啊，顯示面積同樣更大。而如果我看4:3的視頻，那 Fold 8就是最佳的一個使用場景，無論是橫屏還是豎屏，都能獲得一個滿屏體驗。而且我注意到啊，現在無論是抖音啊、小紅書啊，越來越多的創作者開始使用4:3的比例來進行創作，這類視頻都會在 Fold 8上獲得一個更好的體驗。那麼接下來我們說一下這次的影像環節。Z Fold 8這次一共配備了4顆鏡頭，2顆後置，2顆前置。其中外屏和內屏2顆前置鏡頭呢，都採用的是1000萬像素的鏡頭。外屏前置用於自拍，內屏前置呢用於視頻會議。2顆鏡頭都自帶超廣角和廣角2個數碼焦段，用戶可以自由切換。在後置鏡頭方面呢，則是2顆5000萬像素的鏡頭，一顆是0.6倍的超廣角，一顆呢則是1倍的主鏡頭。其中主鏡頭支持2倍的光學畫質變焦，相當於有3個光學畫質焦段吧。三星呢還給了一個4倍和10倍這2個常用焦段。另外，因為後置鏡頭它传感器方向是鎖定的嘛，所以如果你使用內屏拍攝的時候，畫面視野兩側還是会出現一些黑邊。三星呢在軟件上做的一些優化，比如說在黑邊裡加入一些相機使用的按鈕，去盡可能充分利用屏幕的面積。軟件算法上，這次三星帶來了一些新的功能啊，比如說在 S 系列旗艦上登場的超級防抖視頻錄制以及超級穩定水平鎖定。就無論你手機怎麼旋轉，哪怕你是180度掉個個，都可以保證視頻是永遠水平的。另外呢，在前後鏡頭同路中带来的一个新的交互，就是它可以实现屏幕左右同时录制16:9的视频，然后是以一前一后2顆鏡頭來實現錄制。這次在相冊功能中，三星增加了一些 AI 和進階的功能，比如說一些喜歡追星男團啊、女團啊這樣的用戶群體，錄制演唱會的時候，你就可以通過後期
去選擇這個團體中的某一個人進行 AI 鎖定，只對他來進行追蹤。你可以自己選擇不同的比例，16:9啊，4:3啊，1:1啊，不同的比例。然後你導出來的視頻就只有他一個人了啊，這個功能就適合那個團體追星了。最後我們說一下硬件環節啊，這一次呢 Z Fold 8它搭載的是第5代驍龍8至尊版芯片，然后搭載的是一個4800毫安時電池。大家注意啊，這個4800毫安時的電池已經要比上一代的 Galaxy Z Fold 7大折疊的4400毫安時還要更大了。官方表示呢，可以連續播放26個小時視頻，同時呢支持45瓦有線充電和15瓦無線充電。大家要知道，在過去10年時間裡，三星对於手機電池的容量是非常謹慎的，所以這一次 Z Fold 8升級到了4800毫安時，這一點對於三星來說真的是一個大升級了。那麼說完了 Z Fold 8，我們來說一說今天發布會的第2個主角，三星 Galaxy Z Fold 8 Ultra。關於這個改名到 Ultra， 我在現場也問了一下三星的工作人員，為什麼會升級到 Ultra？ 那工作人员告訴我，從硬件參數來看，這款手機無論是它的影像系統，對吧，2億像素主鏡頭，包括有一個3倍的長焦，還是它的5000毫安時更大電池，它都表現更好，它都更 Ultra。所以呢，对吧？你如果把 Z Fold 8那個擴折疊叫成 Ultra 呢，好像又會給消費者帶來困惑。就是這個原因導致之前的大折疊現在自動升杯啊，變成了 Z Fold 8 Ultra。那 Z Fold 8 Ultra 這次一共也是4款配色，除了剛才的灰色和白色之外呢，它的主打配色是紫色，但是它的紫色叫做雅木紫，這個紫色很像前2年三星 S 系列有一款紫色，對吧？那個紫色就很深很深的那個紫色，相比於 Fold 8那個柔薰紫啊，明顯會更商務一些。三星商城呢，則是有一個專屬的配色松山綠，這個顏色同樣啊，我覺得也是走商務路線的用戶啊。如果說這4個配色，那相比較來說，我會更喜歡雲寧白多一些。這次 Z Fold 8 Ultra 的內外屏素質同樣升級了啊 ，PPI 來到了422，峰值亮度來到了3000尼特，鉸鏈和我們剛才提到的 Fold 8相同，內屏呢也同樣增加了防反光鍍膜，折痕同樣变得更淺更規整。影像上 Ultra 它獨佔了2億像素主鏡頭，超廣角鏡頭呢則從前代的1200萬像素升級到了這一代的5000萬像素，光圈從前代的 f2.2 升級到了這一次的 f1.9， 帶來更好的暗光畫質。剛才我們提到的 Z Fold 8擁有的全新影像功能在 Ultra 上也都配備。電池方面呢 ，Ultra 獨佔了一個5000毫安時大電池，比前代增加了600毫安時，算是一個大升級。而且最棒的一點就是，雖然它的電池升級了，但是它的重量依然控制在215克。這個重量應該是我使用過的大折疊，包括擴折疊裡非常非常輕的一個重量了。那麼在這裡，我相信一定有觀眾想問啊，那我如果想買一款大折疊，我是應該買 Z Fold 8 Ultra 呢，還是買 Z Fold 8呢？我個人的建議是，如果你自己日常使用的時候啊，你使用更追求的是像傳統手機這樣一個外屏，你使用外屏更多，同時呢，你對於內屏的使用，你的內容更多的是那些沒有固定比例的，比如說表格啊，比如說文檔啊，比如說一些數项可以無限滑動的這樣的內容啊，這種情況下，選 Z Fold 8 Ultra 是一個更好的選擇。那麼，如果你更多的是使用這款手機的內屏啊，你有一些很固定的比例的內容，比如說漫畫呀、雜誌呀、書籍呀，或者你日常看視頻更多呀，那麼在這些情況裡呢，選擇 Z Fold 8會是一個更好的選擇。那麼在這裡，我相信有同學可能說，我也不知道自己具體是怎樣一個需求，我就是想買一款大折疊。如果你是這種情況，我會優先推薦 Z Fold 8。畢竟啊，這是一個全新的比例，你用起來會有更多的新鮮感。而且隨着即將到來的蘋果，然後三星和之前的華為3大手機廠商紛紛入局這個擴折疊，我相信會有越來越多的軟件去適配它的內屏比例，到時候體驗会更好。那麼今天視頻的最後，我們快速說一下發布會上的其他產品。這是小折疊 Z Flip 8，同樣擁有4款配色，主打配色呢叫做甜美粉，三星商城專屬的配色呢叫做青柚綠。形態上其實和上一代沒有特別大的改變，依然是主打超窄邊框的外屏。這一代重量呢要比上一代輕了8克，來到了180克。鉸鏈手感提升，搭配的是第5代驍龍8至尊版芯片，芯片是這一代的核心升級，電池還是4300毫安時，沒有改变。這次發布會還有2款手錶新品啊，其中一款呢是旗艦型號的 Galaxy Watch Ultra 2，定位的是高端戶外場景。這次機身厚度減薄了7%，屏幕呢怒升到了5000尼特亮度，好家伙！電池提升到了800毫安時，續航最長能夠達到60小時。如果關閉
COD 的話，最長能夠達到80小時。同時呢，這款手錶在運動場景中首次增加了越野跑和潛水模式這2個功能，並在健康場景中新增了包括心臟健康啊、健康指數、生命體征、听力保護這些功能。第2款呢，則是標準款的 Galaxy Watch 9，這款屏幕亮度呢是3000尼特，電池呢是390毫安時。這款呢就沒有 Ultra 新增的那個越野跑和潛水場景了，但是常規的運動模式呢都具備。另外呢，也是首次增加了包括心臟健康啊、生命体征啊等一系列的健康功能。好了，那以上呢就是我在三星发布会现场的一个上手体验啊。这一次所有的产品当中，我最喜欢的无疑还是 Z Fold 8。它除了拥有一个更新的形态，除了拥有一个更新的好看的配色，除了拥有一个更好的折痕和鉸链控制之外，这款手机的轻薄真的是让我印象深刻，就是有一种爱不释手的感觉。大家如果有机会，也可以去线下实际感受一下。好了，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我是钟文泽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